我每日都站在青楼的窗户边磨我的身体，直到体香散发，吸引了楼下几千个男人。这其中就有我要复仇的一个。战神为了升官，恩将仇报，图我满门，他却凭军功顺利求娶到了心上人。我将自己迈入京城第一青楼。名扬京城那天，我终于等来了这位深情战神。他说要当我第一个客人，我顺从点头。我的机会来了。3个月前，我无家可归后，隐姓埋名来到京城，却见满街皆是红绸灯笼。小乞丐，这是江小将军要大婚了。他斩杀了边关作乱的纪氏一族，皇帝大喜，便给他和他的心上人首府之女许姑娘赐婚。大婚3日，江将军便派人来街上布红绸、散金银，想让百姓与之同喜。而这时，一少年策马奔过，墨发银铠，轻狂肆意如骄阳般耀眼。小将军，祝你大婚吉祥如意啊！那必然吉祥，真晦气，京城竟还有乞丐。说罢，他策马离开，留下满地金银。看着男人远去的背影，我捡起一枚金币，然后转身走进了京都第一字号青楼天香楼。天香楼管事是洪妈妈，她留下了我，又因着我容色好，哪怕年龄尚小，她也派人精心教养着。她教我礼仪话术，教我琴艺画技，教我察言观色，教我柔媚娇弱。比起教养花魁，更像在培养一个大家小姐。楼内有人眼红，便想毁了我的容貌。洪妈妈将其打了个半死。那人不甘心地说：“洪妈妈不公平。”你自己睁眼看看，你可有她半分美貌？这京城第一美人，被江将军宠上天的许清鹤，只怕也不及她7分。便已迷的江将军不知东南西北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说公不公平？说罢，便让人将他扔到了后院。我冷眼旁观这一切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洪渊，别怕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后来我再次见到那人时，他已浑身溃烂的不成样子。洪渊，你等着吧！别看他待你如针似玉，等你年老色衰，你只会比我更惨。这道理我知道，父亲曾告诉我，这世上除了父母至亲，没人会毫无理由的待我好，要么有所求，有所图。而洪妈妈是盼着将我卖出大价钱，此事人尽皆知。可我要的便是他这心思，如果他不为我造势，我又怎能再次见到杀我满门的仇人？我初次登台表演，偌大的舞台上拉上一层薄纱，我轻轻拨动琴弦，衣袖翻飞若舞，映入蓝纱，恍若蝶翼颤动，曲音如凤凰轻吟，婉转入耳，一曲京城。自那日后，我洪渊的名字传遍了京城。而这也让我再次见到江之燕。他是被秦小侯爷带来的，这2个都是京城数1数2的金贵人物。站在门外，我听到了秦承翰正笑着调侃江之燕：“从容，你和夫人吵架，与其在家中烦心，不如来这销魂地逍遥逍遥。娇女美玉，就算你为许大小姐守身如玉，散散心也是好的。”江之燕沉默：“说真的，你成婚5年未有一子，江老夫人为你纳妾本就应该。许清河到底发什么疯，还把你的脸抓挠成这样？明日上朝，你可又要被嘲笑了。”推门而入，我一眼便看到了江之燕脸上脖颈上的抓痕，一道道都渗着血。她肤色白，便更显骇人，但我只当看不到，怀抱琵琶，身姿轻盈地走至2人面前，颔首垂眸，便露出了细腻如玉的后颈。奴家洪渊特来伺候2位爷。包厢内，秦承翰打量了我一番，笑着对江之燕道：“我竟不知这京城还藏着这等美人，只怕要比许清河还美上几分。”言语戏谑，却不想竟惹恼了江之燕。一个卑贱之人，也配和我夫人比较？他力道极大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捏碎我的下颌。我腾白了脸，神色怯弱而仓皇。我轻轻咬唇，还请秦小侯爷莫要开奴家玩笑了。奴家卑贱之躯，以色示人罢了，怎堪和将军夫人相提并论？话音随着眼泪一同落下，凄凄爱爱宛如芍药般动人心魄，惹人生怜。而我更知这个角度，我有几分萧思许清河。果然，江之燕漆黑的眸子凝滞，虽未松手，却松了力道。红娘子，听说你琴艺高超，就请你弹奏一二，帮我这挚友解解心头烦闷吧。江之燕这才松开我，我坐下，随着纤纤玉手快速的拨弄琴弦，泉水般清润的琴音飞泻而出，琴音婉转动听，如黄鹂低鸣，又如雪山清泉，粼粼清越。秦承翰听得如痴如醉，连江之燕都放下了酒杯，抬眸，目光沉沉地落在了我身上。他自己只怕都没注意，他从进门时便紧皱的眉头，这一刻舒展了。我将一切尽收眼底，嘴角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而这时门突然被敲响，将军府管家走了进来，满眼焦急。将军，夫人听说你来了天香楼，在府里竟闹着要自尽呢。
闻言，江之燕猛然起身，头也不回地朝外大步走去。可临到门前，男人突然转头看向了我。你叫什么？我垂眸眼下眼底的笑意，开口却如花瓣般怯弱。奴家红渊。京城人尽皆知，江之燕成婚5年，却未有子嗣。她守着和许清河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约定，便绝不纳妾，甚至从不踏入风月场馆。前不久，江老夫人不满，决定操办着纳妾，却惹怒了许清河。她大闹侯府，虽让纳妾事宜烟消云散，却也气病了江老夫人。江之燕即使爱她如命，难道就能纵容她对自己的母亲如此跋扈不孝吗？如果能，又怎会来到天香楼呢？送走了江之燕和秦小侯爷，洪妈妈着急忙慌地走了进来，见我下巴已是青紫，连忙让人给我敷药。一时间，清凉盖过了火辣辣的疼。这般不留情，看来江将军真是爱极了夫人，他这块铁板当真是撬不动。我似笑非笑地挑眉看他，站起身，走至窗沿，正好对上男人锋利的眼眸。我颔首轻笑，仪态柔顺，可开口，语气却是冷讽：妈妈，人最怕的便是破戒，因为一旦破了戒，欲望便如破堤之水，不可止。再次见到江之燕是在3日后，她一身玄衣，眉眼郁郁。你可会凤求凰？我点了点头，垂手轻拨琴弦。江之燕靠在卧榻之上，侧眸看我，静静地听着，竟不知不觉睡熟了过去。如今我亲手杀了她，她会在沉睡中欣然赴死。我攥紧手心，站起身，拿起手册玉盒，走至她面前。可刚抬起手，却被男人一把抓住。我抬眸去看，却发现男人眼眸清亮，哪有半分小气后的惺忪？他根本没睡。你想干什么？他力道极大。奴家只是想为将军敷药。别做多余的事。想不到你这卑贱之人，竟有如此珍贵药。这话是刺人心的羞辱，十分刻意，像是故意想惹怒我。将军不比奴家，奴家以色示人，自然在意容貌，免得年老色衰，下场凄惨。江之燕愣了一下，没料到我会如此坦然，坦然到好似不以为耻。洪妈妈也曾说过，江之燕其实并不爱娇媚女子，许清河也是清冷大美人，对待她绝不可过分弱，亦不可过分强，其中拿捏的分寸，我学了5年，就为了此时此刻引起她的注意。奴家知道自身卑贱，比之将军是云泥之别，但将军是人人敬仰的英雄，奴家也是不忍将军被人耻笑奚落的。将军，还请让奴家为您敷药吧。江之燕凝望着我，眸中某些情绪翻滚，却终是点了点头。那我便允了你。谢将军。我指尖划过药膏，触之冰凉，半抬起身，跪在江之燕面前，小心翼翼地将药膏涂抹在男人侧颈上一道又一道的血痕上。江之燕嗅着近在鼻尖的清香，眼皮微颤，不动声色地移开眼，手却无意识地攥紧，也就没注意到方才满心仰慕他的少女，此刻的目光是那般地冰冷空洞。那日后，江之燕便时常光顾天香楼，不干别的，只是听曲。有时听着听着，他便安睡过去。后来，他更是将公务搬到了天香楼。他书写，我便为他研墨；他困倦，我便为他按摩。他每次来出手都十分大方，惹得洪妈妈每次都笑开了眼。楼里一姐妹因妒恨我，竟用迷情香设法勾走江之燕，可下一秒就被江之燕抓住头发，扔出了门外，又让副将将其带去军营，充作军妓。那日，天香楼姐妹无不被江之燕的暴力冷血吓得花容失色，瑟瑟发抖，只我一人站在一旁，冷眼旁观。他见到我，眼神一滞，随即冷声：“洪渊进来。”进门后，我本想拿起琵琶，下一秒却手一颤，琵琶砸在了地上。我愣了一下，江之燕却缓了脸色，笑了一声：“还以为你不怕呢。”我长睫微颤，小心地捡起了琵琶，轻声道：“怎会不怕呢？奴家和他一样卑贱，只怕有一日惹恼了将军，和他落得一个下场。”你和他不一样。但是哪里不一样？他却不再说了，只是让我弹琴。等他出包厢内，脸上已无半分怒意。临走时，他在马上垂眸看我，突然说了2个字：“别怕。”我动作一顿，再抬头，已是满眼笑意。奴家姓将军。自此后，不少人便传江之燕已是我的入幕之宾，只怕不久就会纳我进门。流言蜚语传得沸沸扬扬。许清河虽在后宅，也有所耳闻。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派大丫鬟带着人砸了天香楼，摔碎了我的琵琶，满是狼藉。大丫鬟掐着我的下巴，狠狠地扇了我数十个巴掌，眉眼倨傲极了。一个贱人，怎敢肖想将军府？今日是给你的教训，再不知好歹，小心你的贱命。说罢，便带人离去。等人离开，洪妈妈才哭喊着朝我扑了过来，尖声让人给我准备药膏，绝不允许我的脸有一丝一毫的损伤。可我却笑了，笑得灿然。天香楼一事后，我便撤了牌子，休养生息，等着脸上的伤慢慢痊愈。不少人都说我被毁容了，江之燕也不会再来光顾我，而江之燕也的确接连7日未曾来过，仿佛坐实了被抛弃的说法。楼里姐妹见到我，无不讥讽嘲笑，发泄着过往被我压着出不了头的郁气。洪妈妈急得头发都快白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
难道就这么功亏一篑了吗？我看着镜中娇媚无瑕的脸，轻扯嘴角。妈妈，他不来就逼着他来就是了。次日，天香楼重新挂上了我的牌子，只是不同往日，这次不再只是一击。一时间，不少人都争着抢着，想尝尝江大将军用过的女人的滋味。金子银子疯狂地向着洪妈妈砸去，洪妈妈喜不胜收，正让人筹算着最终的胜利者。下一秒，有人突然破门而入，循声望去，竟是江之燕。她俊美的面容极其阴沉，眼神阴鸷地环顾四周，周围人无不在她的压迫中目光闪躲，瑟缩地隐藏自己，直至她目光落在我身上。我不畏不惧，反而灿然一笑，开口一如往昔般温柔：“将军，您来了。”不等我话音落下，他大步上前，牵着我的手冲向了包厢，一脚踢开了门，将我狠狠地摔在了床上，压在了我身上，掐住了我的下巴，眼眸深邃如渊。红渊，你就那么饥渴，那么想要男人吗？我几天没来，你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别的男人。他言语刻薄，割心，我却满脸平静，语气轻轻的：“将军，奴家是青楼女子，接客总是逃不掉的。我对于你们达官显贵来说，就如一个物件玩意，价高者得。”江之燕一愣，我抬手指尖划过她的脸颊，笑了笑。更何况上次的事因我而起，楼里的损失，妈妈自然要从我身上讨回来的。闻言，江之燕眉心微皱，攥住我的手，眼底满是阴沉。既如此，那我就当你第一个客人。我没说话，只是抬起手臂环住了她的脖颈。那晚红烛亮了一夜，玫红帷幔落下来，人影匆匆，水声在房间弥漫。这时，一条凝脂般的手臂无力地落在了外面，下一秒就被拉到了男人唇边，亲吻落痕。红渊，你是我的人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，正穿衣的江之燕见我有动静，低头轻轻吻了吻我的脸颊。再睡一会儿，晚上来看你。我嗯了一声，主动吻在了他唇角。将军，我等你。江之燕笑了一声，便转身离开了。等他走后，我直起身，脸上没有半分方才的倾慕和迷糊，满目清醒。下了床，看着镜中自己满身的痕迹，我冷笑了一声。经此一事后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江之燕黄金万两点了我的牌子，是我的入幕之宾。不是没人再想点我的牌子，江南一富家子被人撺掇着点了我献琴。江之燕当晚来了，知晓此事，扭身就离开了。次日，那富家子便被打断了腿，扔在了城门外。洪妈妈还跟我念叨，两腿都快碎成渣了，肉连着骨头，血肉模糊的，可怕的很。听说他昏迷前一直嚷嚷着是江家人干的，只不过官兵没人信，只说他是喝醉了摔的。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抬手将江之燕新送来的红宝石玉簪别到了发髻上。这宝石成色极好，极其珍贵，满京城也只有一二。听送来的下人说，是江之燕亲自挑的宝石和样式，说是衬我。他宠一个人的时候，总是热烈赤诚。看着镜中明艳更甚的面孔，我勾起一抹笑，信不信的，谁又敢得罪镇国将军府？此事后，我的牌子便被暂时撤下了。人人都说江之燕一心扑到了我身上，对我宠爱非常，流言蜚语传得满京城沸沸扬扬。而我也第一次见到了许清河，江府女主人江之燕的白月光。那日，我被招去江府献艺，宾客迎门，许清河和江之燕坐至高处，一曲奏罢，许清河唤我上前，他居高临下地瞥着我，仿佛在看一只自不量力的蝼蚁。的确长得不错，怪不得从容能看上你。不过青楼脏贱之地，你身上免不得沾上些脏病，以免传染给将军。不如今日将你纳为妾室可好？将军你觉得呢？他笑着看向了江之燕，仿佛真是一个贤惠端庄的将军夫人。而我抱着怀里的琵琶，眼睛微亮，似有期待地看向了江之燕，可他却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冷笑了一声。他身份低贱，不配为将军妾。此话一出，周围人落在我身上的目光，似是讥讽，似是冷嘲，更是笑话我的痴心妄想。我脸色煞白，眼眸中的光瞬间褪去，最后看了一眼江之燕，便低下了头，只是死死地攥紧了手心，鲜血滴落，下一秒便染红了琴弦。江之燕注意到，脸色一紧，却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抬手将一只牡丹宝石簪亲自戴到了许清河的发髻上。众目睽睽下，许清河也不免羞红了脸。接着，江之燕和他耳语了几句，又和宾客解释自己去办些公事，便带着手下离开了。他走后，许清河不耐地让我退下。走到拐角处，我还能听到客人对许清河的奉承。将军当初为了更风光的娶你，出兵征伐作乱的纪事，那可是九死一生。而且这簪子上的绿翡翠，可是前朝贵妃和皇帝的定情之物，是一红一绿。前朝覆灭后，先后丢失，将军如今寻得绿的，便迫不及待地送给你。将军可真是爱你。我听完才缓步离开，可等上马车时，却看到里面坐了一个不该存在的人。江之燕牵我上了马车，看着我掌心被自己掐出的伤，低声问道：“疼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语气温顺：“将军，奴家不疼。”他叹息一声，小心地给我上药。我疼得一颤，他动作便更小心了些。见我发髻上空荡荡，只一只素簪，他突然问道：“
送你的簪子怎么没带？我只知道那只红宝石簪子珍贵，却没想到江之燕会将一只送给了我，另外一只送给了许清鹤。如果许清河知晓，只怕今日会当场要了我的命。可我开口却是解释道，奴家身份配不上簪子，带出去总惹人笑话。闻言，江之燕却是沉默了片刻，才说道，你怨我？我动作一顿，似是震惊地看向了他，随后笑着摇了摇头。奴家自知身份卑贱，不敢奢求名分，只盼着能多陪陪将军就够了。而且我的目的从不是为妾，即使我要进江府，也要等到我在江之燕心中分量足够击溃许清河才行。现在可不行。话音落下，江之燕小心地将我拥入怀中，叹了一口气，嗓音低沉，你啊，从小都这么懂事吗？闻言，我愣了一下，片刻后我才开口道，不是，奴家儿时是家中最不懂事的孩子。我从小便生在边关，那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是风追云云，追马的辽阔，那里对女子的限制并不如京城一般严苛。我时常跟随父兄在西北平原跑马奔驰，我开心了就肆意的笑，伤心了便大胆的哭。母亲经常沉着脸，让我有些名媛小姐的矜持，不然将来嫁了人是要被笑话的，甚至为此请来了宫中的老嬷嬷专门教习我。可我总是学不好，也不爱学，嬷嬷对我无奈又无助，只能向母亲父亲告状。母亲决定好好训斥我一顿，可父亲却将一把将我抱在脖子上，像骑大马一般在院子里跑，逗得我咯咯笑。他说，我们季家的女儿嫁给谁是谁的福气，谁敢笑话。母亲无奈看着我们父女俩，兄长姐姐也纷纷附和起来，弟弟则是抱住了父亲的大腿，争着也要骑大马。父亲便将我和弟弟一个肩头扛一个。那时季家大院里遍处都是欢声笑语。那时我也可以不懂事不听话，是因为无论出了什么事都有人帮我撑腰。就如同许清河，她可以因为生气和婆婆大吵一架，可以肆意而活，可以跋扈，是因为江之燕和许家人会为她撑腰。可如今我不再是季家小姐，我的家族也早已覆灭，我只不过是个青楼女子，看着光鲜亮丽，实际上离了江之燕，身份低贱的谁都能踩一脚。季如雪可以不懂事，但红渊不能不懂事。红渊无人可依，哪怕是江之燕也不行。他如今对我看似宠爱，但我如果真的恃宠而骄，和许清河打擂台，我马上就会被舍弃。就如同今日一样，江之燕绝不会为了我让许清河难堪。二选一的情况下，江之燕也绝对不可能选择我。这件事我早就知道，而许清河却不知道。他执着于追求江之燕的专一，更无法容忍江之燕对我的宠爱，却又自恃身份，不愿让我一个低贱之人脏了他的手。但他不知，他每次对我的为难，都只会惹得江之燕对我更加怜惜。就像他不知道，男人所谓的情深如海，一心一意，都是笑话。两人感情一旦出现裂痕，就绝不可能再如初始般完美。而且多年未有一子，上次将老夫人择选妾室的事，江之燕真的不知情吗？还是他也想以此试探许清河的底线呢？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许清河终会带着他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期许，一步步的走向覆灭。而我不是诱因，江之燕才是。他的心早已在日积月累的时光中悄悄变了。宴会仪式后，江之燕说我命贱不配进江府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，不少人等着看我的笑话，觉得我定然会被江之燕厌弃。可等了几日，却发现江之燕依旧正常进出天香楼，也只点我的牌子。一箱又一箱的奇珍异宝，在不为人知时，流水般摞满了我的房里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已是天香楼最有钱的姑娘。洪妈妈担心我会赎身，旁敲侧击地提起过此事。这是我的家，我能去哪呢？我轻轻笑了一声，天下之大，早已没有我的安身之所了。我哪也不想去，也不能去。这晚到了深夜，江之燕都不曾来天香楼。本以为她不会来了，我正打算歇下时，洪妈妈突然扶着醉醺醺的江之燕走进了房里。她对我对着口型，又吵架了。我上前接住了男人，将其扶到了床上，帮他轻轻按摩。将军，头疼吗？江之燕醉红了一张脸，眉心死死皱起，喃喃自语：为什么都在逼我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在逼我？我动作微顿，瞬间明白他为何借酒消愁了。江之燕是家中独子，承担着家中传承重担，江家可以容许他只娶一个，但绝不容许他多年未有子嗣，便一次次施压，逼他纳妾生子。而许清鹤是许家捧在手心的宝贝，许家绝不容许他受委屈。许清鹤满心满眼都是江之燕，怎么容得下他纳妾生子？许清河和江家上下的关系愈加紧张，江之燕精于行军打仗，却对家宅关系毫无办法。今日更是和许清河因此发生了争吵，所以才来此找我。我抿了抿嘴，轻声道：将军歇息吧。江之燕含糊地嗯了一声，可当我正帮着他解下腰带时，他突然沉声道：红渊，你可愿？我抬头看他，正对上他黑漆漆的眼眸，可片刻后他却没把后半句说出来，只是摇了摇头，没事了。在他炙热的目光中，我温顺一笑，下一秒突然被他拦腰抱起，摔进了床上。
次一早，我发现江之燕如往日般离开，婢女给我端来了一碗黑漆漆的药。江之燕曾说是补身的，但我知道是避孕汤。我本想一口喝下，可江之燕却挥退了婢女，解释道：“你身子已经好了，不需要再进补了。”我一愣，随即灿然一笑：“谢将军。”洪妈妈听说我断了避孕汤，找上了我。你如果怀孕，被许家或者许清河知道，绝对是死路一条。即使江家如今期盼子嗣，但知道你的身份，也绝对讨不到好，最多就是去母留子。你和将军日日相伴，我本以为他对你多少有些感情，如今看最毒果然难人心。他气得一拍桌子，眼圈微微赤红。我缓慢地眨了眨眼睛，仿佛被吓到了，脸色微微发白。将军说过会护着我的，我信他。洪妈妈皱紧了眉头，嘱咐道：“洪渊，听妈妈的话，要继续喝药，绝不能怀孕。”我却打断了他，抬手轻轻摩挲着红宝石的光滑的纹路，轻声道：“妈妈，没关系，我本就是贱命一条，哪怕最后谁都容不下我，死之前能为将军做些事，也算值了。等我死后，我房内的银子珠宝，妈妈便留下做个念想吧。”洪妈妈见我如此执拗，红了眼眶，心疼地抱紧了我。就这么喜欢他吗？我坚定地点头，喜欢将军。傻孩子，你真够傻的。在洪妈妈的叹息中，我目光不露痕迹地落在窗外，听到细碎的脚步声逐渐离去，我轻轻勾起了嘴角。到了傍晚，江之燕来时跟我说道：“渊儿，我已消了你的剑疾，帮你寻了新的住处，明日我让下人陪你过去。”我眼睛一亮，又惊又喜地看着男人，见他认真，我眼睫微弯，开心极了。好，听将军的，你就不问问是哪里，不怕我害了你？他轻笑着牵住了我，我靠在他胸口，抬头看，满目仰慕。将军不会害我的。他垂眸看我，轻轻挽起我的长发，轻吻在我的脖颈，嗓音低沉带着哑：“是，我会护着你的。”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我嘴角轻轻划过一丝隐秘的得逞。没了剑疾，便是良民，无人能毫无理由地要了我的命。许清河不行，江家也不行。一场满心仰慕、甘心牺牲的好戏，让我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。我被安顿到了郊外的一绣楼里，院子里种着桃花，春意盎然，风吹过，卷起一地浅粉花瓣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江之燕对我的确上心。或许她只是想要个孩子，缓解许清河和江家的矛盾，并非真的要我的命。5月时，我被查出怀了身孕。江之燕高兴极了，重重赏了照顾我的奴婢和大夫。那晚，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我并不显怀的肚子，嗓音满是笑意：“渊儿，我们要有孩子了。”我轻轻笑：“是啊，将军，妾有你的孩子了。”那日后，江之燕来得更勤了，有时甚至接连半月都宿在绣楼里。每夜我们相拥而眠，像极了寻常夫妻。我能察觉到江之燕看向我的目光一日比一日温情。她瞒着所有人将我移出天香楼，安顿到这里生产，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。我被许清河发现了，他押着我来到了江府，见到了江老夫人。江老夫人知晓了我的出身，却又听闻我有孕在身，满脸怒意瞬间褪去，眼神微亮。那不如择日让你入江府为妾可好？许清河脸色巨变，他能以此来试探江之燕，是知晓他绝不会同意。但江老夫人期盼子嗣已久，又是长辈，上次殷切的事，婆媳两人闹得不可开交。江之燕因此冷了他半月，让我有了可乘之机。这次他不敢再反驳，只能赤红着眼瞪着我，生怕我真的同意。但我怎会同意呢？这本就是江老夫人在试探我是否本分。我俯身长跪，轻声道：“妾身自知身份卑贱，只想伺候将军，并不敢奢求名分。至于孩子，妾身生下后就交与将军，他是将军之子，妾身不配为他的母亲。”闻言，江老夫人愣了一下，随即笑意更深：“好孩子，怪不得从容心疼你，不像些其他人不守本分。”这话明着说是夸我，实际上却说许清河跋扈善妒，不守主母为家族开枝散叶的本分。许清河气得脸色发青，死死地攥紧了手帕，看向我的目光更加怨毒。临走时，许清河拦在了我的马车前，眼神阴冷盯着我：“你不要以为怀个孩子就能一飞冲天，我绝不容许你这种贱人进门。”我语气淡淡：“夫人，妾本就无意进江府，更不想为妾。”许清河脸色更难看：“难道你还想当夫人不成？别做梦了。”不想。我摇了摇头，认真道：“妾生下孩子后，如若夫人看妾不顺眼，那妾会离开这里。”话音刚落，江之燕突然从身后走来，她似是匆匆而来，鬓角被汗浸湿，打量了我一番，见我无恙，才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。江之燕却又突然想起我的话，脸色冷了下来：“不留在这儿，你要去哪儿？”我抿了抿嘴，并未回答。她眼睛微眯，随即牵着我走向了马车。她心里不爽，却还在照顾着我的孕肚，小心翼翼。坐上马车，我轻轻掀开车帘，对上了许清河苍白震惊的目光。她当然震惊，因为她视若珍宝的丈夫这一次完全忽略了她的存在，反而对她看不起的贱人万般呵护。我轻轻勾起嘴角，这是第一次，在我和许清河之间选择了我，而有了第一次，何愁第二次呢？马车上，
光影斑驳落在了江之燕脸上，她转头看着我，突然问道：“刚才为什么那么说？你真的想要离开？”我眨了眨眼，温柔地笑了笑：“妾都听夫人的。”江之燕一愣，脸色铁青：“那我呢？你是我的女人，你为我生下了孩子，为什么要听她的？”将军，我看着他，疑惑他为何突然动怒。他见我眉眼怯弱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紧紧地攥住我的手，嗓音低沉却认真：“我说过，我会护着你，你只需要安心生下孩子，剩下的都交给我，别怕。”我抿嘴轻笑，点了点头，妾信将军。可孩子终究没能平安生下来。怀孕5月时，许清河趁着江之燕出京，派人掳走了我。一个狐妹子，贱人，竟然勾搭从容，没了心智。一定是你用了什么下作手段，不然从容怎么会不来看我？他狰狞着脸，掐着我的脸，我苍白的脸，小心地护住肚子。我没有。许清河看着我，眼神恨意更盛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就知道你不会承认，没关系，你不以为你靠着孩子可以母凭子贵吗？那我就除掉这个孽种。你本就是青楼出身，谁知道这个孩子究竟是谁的？说不定是你和哪个野男人的野种想要赖上将军府。”他甩开了我，嫌恶地用手帕擦拭双手，嗓音满是恶意：“除掉了吧。”话音落下，几个粗壮的嬷嬷端着一碗黑漆漆的汤药逼近了我，我拼命挣扎，却被一巴掌甩在了脸上。嬷嬷强硬地捏住我的下巴，将要强行给我灌进了嘴里。“将军，救我！”我喃喃自语。许清河却冷笑了一声：“到了如今还在痴心妄想，你以为从容真会为了你让我难堪吗？别做梦了，你个青楼贱人死了，谁都不会在意的。”话音未落，门突然被推来，一个人影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冷声喝道：“许清河，你在干什么？”许清河脸色巨变，下意识地想要解释，可江之燕注意到我，神色猛地慌了：“渊儿，你没事吧？”我苍白着脸，却笑了：“将军，你来救我了。”江之燕只觉得掌心温热，抬手看，才发现满地都是鲜血。他在战场不知杀了多少人，溅了多少血，这一刻却彻底慌了，满脸仓皇。“去找大夫，马上去找大夫！”许清河慌了神，拉住了江之燕的袖口：“从容，我……”可江之燕这次不再是温柔，甚至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冷声吩咐道：“派人送夫人回府，哪里都不许去。这是禁足，亦是软禁。”许清河脸色猛地煞白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江之燕，可江之燕却已抱着我走远。那一夜绣楼满是血腥气，江之燕坐在门外，听着屋内传来一阵阵痛哭声，俊美脸上满是煞气，直至大夫走出门，颤颤巍巍宣布我的孩子没有保住，甚至我的命都可能不保。江之燕猛地一把推开了门，走到了我的床边，见血染红了被褥，一滴滴地砸在地上，她小心翼翼地牵住了我的手。我睁眼看着她，满眼苦涩：“将军，对不起，我没保护好孩子。”江之燕喉口一梗，摇头道：“是我没保护好你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嗓音很轻很弱，仿佛下一秒就没了声息。可能是妾身命贱，不配拥有将军的孩子吧。妾身痴心妄想，做了一场美梦，现在梦醒了，但妾身好累啊，总能听到有人在唤我母亲。你说孩子是不是也在怪我？我问他，眼泪滑落眼眶，进而绝望。江之燕急切地抱住了我：“不会的，渊儿，你要好好活下去，你要陪着我，我们会再有孩子的。”我呆呆地看他：“真的吗？江之燕，你没保护好我。”我不想信你了。我费力地露出了笑容，眼睛却是空洞无光，仿佛又有了生的希望。江之燕心口更加酸涩，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在我睡下后，嘱咐大夫千倍万倍地小心照顾我，然后转身大步离开了绣楼。听着他脚步消失，我缓缓睁开眼睛，哪里有半分的伤心绝望，只是快意。好戏要开始了，用一个孩子击溃许清河在江之燕心中最后的美好，足够了。即使许清河没来找我，我也绝不会生下这个孩子。杀我满族的人，我每日陪伴他，都足以让我万分恶心。我又怎会真的生下他的孽种？我因小产在绣楼休养了半个月，江之燕不知在忙什么，鲜少踏入。就算来，我也不想见他，他只好每日给我写封信，但我从不曾打开，只能时常看着窗外那棵不知何时枯死的桃树发呆。丫鬟们为哄我开怀，便跟我说着京中趣事。小夫人，将军要以七出的名义和许清河和离了。许清河在江府大闹了一场，但这些年他已经得罪光了江府上下的人，所以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。许家人上门求情，但将军却将他们全部拒之门外，一个也没见。小夫人，将军这是为你出气呢，孩子总会有的，你也别和将军怄气了。是啊，京中不知多少人盯着将军呢。你再不理会将军，将军一气之下找了别人，那你可怎么办才好啊？那我就死好了。我轻轻扯了扯嘴角，语气很轻却清晰，反正我本就该死的。身后却传来一声冷喝：“胡说，有我在，谁敢？”我却不看他，依旧看着桃树。
江之燕将我拥入怀中，我没反抗。她突然说道：“渊儿，我娶你进门好不好？以后你就是江夫人，谁也不会欺负你了。”我愣怔地看着她，一时没回过神来。她轻轻吻着我的脸颊，告诉我：“红渊，我爱上你了。我不敢告诉你，我害怕你拿着我这颗心玩弄，但我如今更怕你毫无牵挂地离开我。我不知道何时对你动了心，可能是第一次见你，又可能是你第一次奏琴时，我说不清。情不知何起，一往而深。”说话时，他眼里满是对我的浓烈爱意。不知为何，我却想起初见他时，他正坐在高头大马上，正为迎娶了心上人肆意的笑。只不过曾经是对许清河，如今是对我。许清河曾找过我，但江之燕不允许他见我，他怕他伤害我。曾经他心中白月，如今早已碎成了满地残渣。即使如此，他也怕残渣会伤了我。我时常听说许清河在许家闹得不可开交，只为了见江之燕一面。他有满心的委屈，可谁都不见他，甚至许家都嫌他丢人，将他软禁在家。江之燕日日都来看我，有时带着新鲜的小玩意逗我开心，有时候又会带着满身伤，是被江父打的。江家独子，镇国将军，怎能娶一个青楼女子为正妻？甚至我连做妾都不够格。但江之燕却铁了心，哪怕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依旧不改口。父母和孩子对峙，先败下场的永远是父母。江父江母终究是妥协了。江之燕高兴极了，一路小跑的进了绣楼，将我紧紧地抱在了怀里，诉说着对我的爱意，说要给我最隆重最风光的大婚，让所有人都不敢轻视我欺负我。我看着他，轻轻勾起了嘴角。我信将军。大婚前3日，满京城早已挂满了红灯笼。江之燕骑着马走街串巷，将手中金银洒在半空中，一众人哄抢，却也诚心诚意地祝福我和他的婚事美满。大婚当日，江家便邀了满京城的豪门世家，宴会直至深夜才结束。客人相继离开，家中府兵都在我的提议下，因大喜放了假，各回各家。整个江府陷入了一阵死寂，只我一人清醒。我抬手轻轻描画着枕边人的面孔，脸上却无半分往日的温柔和柔顺，只剩下空洞的杀意。我下了床，提着早已准备好的油桶，一瓶接着一瓶地倒在了江府的各个角落，每一间屋子，每一户房间，我都没有放过。然后点燃了火把，一个接一个扔了进去，大火速燃，灿烂的火光瞬间高涨升起，但没人能醒过来，因为我早已在酒中下了足够多的曼陀罗粉。人人都陷在噩梦中，却无法挣扎醒来，只有一个人会醒。渊儿，你在干什么？江之燕无力地躺在床上，看着依旧穿着大喜婚服的我，有些疑惑。我笑了笑，杀你满门啊！这时他才注意到窗外的火光，我推开窗，让他看得更清楚，看着昔日豪华的江府是如何被火焰吞噬。他慌了神，拼命挣扎，却无能为力。为什么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，对我们江家？江之燕，你可记得10年前被你屠杀满门的季家？我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，当年你受伤奄奄一息，是我母亲救了你的命，可你呢？却为了更风光的娶你心爱的人，为了你的战功，你谎报季家在边关作乱，以此为由屠杀了我满门70口人。江之燕愣住了，满目狰狞地怒视着我，你是那个失踪的季家小姐？我微微一笑，眼底却是冷漠。江之燕，你可真蠢，蠢到爱上我，蠢到会不惜一切娶我。但我要感谢你看不起女人，如果不是你的轻视，我又怎么会进入江府，又怎么会让所有人都对我不防备？你又怎么会在今日满门皆丧命于我手？所以我决定亲手杀了你。我歪了歪头，将最后一桶油倒在了他的身上。火光中，他俊美的脸孔狰狞无比，可只能让我笑得更大声、更肆意。大火越烧越旺，黑烟滚滚，一个老仆连滚带爬冲出废墟，惊恐嘶嚎：将军没了，江家全完了！我站在暗处看了一会儿，转身离开，回到住了3年的绣楼，拔下发髻上那枚沉重的凤钗，连同这些年攒下的珠宝塞进匣子，拎着便出了门。天香楼里，洪妈妈正要开口，匣子已重重扣在紫檀桌案上，震得茶盏叮当作响。她惊得猛然站起：红渊，你这是要走？我语气平静，京城只有红渊，没有季如雪，我要回青州老宅，把我的名字拿回来。洪妈妈眼眶一红，哽咽着往我怀里塞了一块通红古玉，死死攥着我的手：带上它吧，边关风大受了委屈，就看看这玩意儿，好歹知道京城还有人念着你。我点点头，转身没入夜色。我在城南偏僻的马厩里挑了一匹老迈的灰马，老汉拍着那马脊背，对我谄媚地吹嘘道：姑娘好眼光，这马虽然跑得慢，但它是从北边下来的，最是认那条归家的老路。出城时，守城校尉正抱着长枪打哈欠，赶路的农妇赶紧滚出城门去，别在这儿挡了贵人的道。瞧你那寒酸样！我勒紧缰绳，快马加鞭。半个月后，我终于踏上了阔别已久的边关平原，风沙拍在脸上，竟让我觉得无比亲切。路边放羊的老汉拄着羊鞭，他狐疑地问：姑娘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又是兵荒马乱，你这单身女子是找哪家亲戚？我挺直脊梁，冲他抱拳：老人家，我是曾经镇守这片边疆的季震天的女儿，我季如雪活着回来了。
老汉呆愣半晌，随即跌跌撞撞地往村里跑去，边跑边扯脖子喊着：“季家的明珠活了！季家的姑娘回来看大家了！”我推开季家旧宅那扇摇摇欲坠的大门，满院的荒草在风中凄凉地摇晃。张婶闻讯一路小跑进院子，她一把将我死死搂住，嚎啕大哭：“姑娘啊，我就知道老天爷还长着眼，没让季家的满门的忠烈绝了后。”一个断腿的老兵拄着拐杖从人群里挪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：“季帅当年在死人堆里救过我的命，我这条残命往后就归姑娘差遣。”我对着那些站在门口观望的乡邻们深深行了一礼，我就是当年的季如雪，今日回来便是要重修家门。我拎着瓦刀爬上房顶铺设新的青瓦，张婶在下面焦急地跺着脚：“姑娘，这种粗活哪是你这细皮嫩肉的千金小姐能干的？”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黑灰，笑着回应：“我已经在那阿扎地方磨平了所有娇气，如今只要有个遮风避雨的家。”宅子修好了，我决定在老宅办一所专收成年女子与孤女的学堂。我叩响了陈老先生那扇斑驳的书房门，他眉头紧锁：“如雪，这世道连男人读书识字都难，谁家舍得放能干活的女子出来？”我握紧拳头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即便只有一个人肯学，我也要在这荒原上点起一把能烧尽枷锁的火。老先生盯着我看了许久，最后深深叹了口气：“边关的女子这些年受苦太多，我这副老骨头愿意陪你这后辈走这一遭。”张婶拉着我的袖子，满脸担忧：“姑娘，这事儿太大了，安稳过日子不行吗？”我拍拍她粗糙的手背：“安稳日子是靠本事挣回来的，不是靠躲出来的。”我敲开村头老李家的木门，指着院子里那个正在泥地里干活的年轻女娃。老李头狠狠皱着眉头：“去，女娃子会生火煮饭就行，识字怕是要读出野心来造反。”我并没有气馁，一整天在各家院门前奔波，脚底都磨得发疼。直到第7天傍晚，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孤女阿雀出现在我的门口。她攥着破烂的衣角，怯生生地问：“先生，我听人说这里不仅教书不收钱，还管一顿饱饭，是真的吗？”我只觉得鼻头一酸，紧紧拉住她生满冻疮的小手：“当然是真的，以后这儿就是你的家。”她捧着碗，小声说：“先生，我不想一辈子被人像牲口一样换来换去，我想看懂那张卖身契。”冬至那天，我熬了几个通宵，给学生们每人缝制了一身厚实的青色棉袍。阿雀摸着那柔软的布料，眼泪吧嗒吧嗒掉在课桌上：“先生，长这么大，我这辈子头一回觉得这世道除了风雪，还有点暖色。”转眼到了第3年，学堂的学生竟从最初的几个涨到了23人。陈老先生拄着拐杖走进新修缮的校舍，感慨万千：“季家后继有人啊，如雪，你这是在给青州千万个受苦的女子造一条活路。”我正一刀一划地刻着编程女学的牌匾，几个不长眼的地痞却结伙赶来闹事。他们站在大门口，用污言秽语大声挑衅：“季如雪，你这花魁不在京城伺候男人，跑这儿教这些赔钱货，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？”我冷着脸，拎起那把沉重的劈柴斧头，稳稳地站在门槛上，眼神如刀。我曾在江府亲手杀了满门，如今不在乎手下再多添几条狗命，有种就跨进来试试。地痞们被我浑身的杀气震慑，惊恐地往后退，嘴里嘟囔着：“疯了，这季家的婆娘真是个疯子。”阿雀学得最是用功，成了学堂里第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毕业生。县城里信誉最好的布庄老板亲自上门，对我深深一揖：“季先生，阿雀姑娘识文断字，且账目清晰，我想请她去店里做账房。”临行前，阿雀端端正正跪在我面前，额头在青石板上撞得咚咚响。先生的救命之恩，阿雀这辈子刻在骨子里了。我弯腰拉起她，轻声叮嘱：“出了这扇门，就是去活出个人样给天下人看，不准回头。”阿雀走后，我又收了2个学生，一个是被婆家赶出来的寡妇春娘，一个是被亲爹卖过3次的小丫头小草。小草是第一个主动留下来帮我的，她不爱说话，但手巧，缝补浆洗，样样能行。那天夜里，我批完课业，发现她还在灯下抄书。我问她怎么还不睡，她抬头，眼睛亮亮的：“先生，我想把您教的这些字都抄下来，以后新来的学生我就可以教他们了。”我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好，那你就做我的第一个助教。”小草红了脸，低下头继续抄，但嘴角压不下去。那一刻，我明白，我点的这把火已经开始自己烧起来了。第3年开春，春娘成了学堂第2个毕业生。县里王员外家要找个识字的嬷嬷管库房，托人问到我这儿来。春娘去应选那天，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王员外考她几个字，又问她账目的规矩，她对答如流。王员外当场定下。春娘回来时眼眶红红的，一进门就给我跪下：“先生，我这一辈子头一回被人当人看。”我扶她起来：“是你自己挣来的。”她走的那天，小草站在门口送了很远，回头对我说：“先生，以后我也要像春娘姐姐那样堂堂正正地走出去。”我摸摸她的头：“你会比她走得更好。”第4年冬天，我收到一封从京城辗转送来的信，信封上没有署名，但打开后，我认出那笔字是秦成汉的。他在信里说：“听说我在青州办了女学，教孤女读书识字，做得有声有色，京城里都有人传开了。洪渊，
不，季如雪，江府的事我知道了，你是回来报仇的，你成功了。江之燕是我挚友，可他做的太绝，我不怪你。我把信折好，扔进了火盆。江之燕3个字在火光里变成灰烬，我心底一片宁静。窗外，小草正带着新来的学生在院子里认字。又一个秋天，阿雀回来了。她不再是当年那个浑身脏兮兮的孤女，而是县城最大布庄的二掌柜，穿一身靛蓝绸裙，发髻上簪着一只素银钗，走路带风。她带了一整车的东西，笔墨纸、脂砚、布料、吃食，堆了半院子。学生们围着她叽叽喳喳问东问西，她笑着一个个答。最后，她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封，塞到我手里。先生，这是我第1年的分红，您收着，给学堂添几张新桌椅。我收下了。他站在院子里，看着那些新来的学生，眼圈忽然红了。先生，我当年也是这样进来的，现在我出去，人家都叫我一声阿雀姑娘，没人再敢把我当牲口看了。那天晚上，他喝多了，拉着我的手不肯放。先生，我活得像个样了。同年，学堂的学生已经超过了50人。当初那间破旧的老宅早就住不下了，我在旁边又买了2间院子，打通了连成一片。陈老先生年事已高，不再每日来讲课，但每隔几日还是会拄着拐杖来看看。那天他来时，正赶上小草带着新学生在院子里认字。他站在那群小姑娘面前，手里拿着一根细竹竿，指着墙上的字一个一个地叫，声音不大，但稳稳的，像极了我当年的样子。陈老先生看了许久，转头对我说：“如雪，你培养出一个先生了。”我笑了笑，是他自己争气。他摇摇头，叹道：“当年你来请我出山时，我还担心你这是异想天开，如今看来是我眼光短浅了。”开春后，学堂出了件大事，县里几个酸儒联名上书知府，说编成女学教女子读书识字是坏纲常、乱伦理，要求查封。赵知府把那封书信念给我听，问我怎么看。我笑了笑，他们怕什么？怕女子读了书就不甘心被他们踩在脚下了。赵知府也笑了，当场批了4个字：无稽之谈，把那封上书打了回去。消息传回青州，学堂里的学生们高兴得直跳。小草当晚带着他们在院子里点了篝火，又唱又跳，闹到半夜。我站在钟楼上看着那片火光，想起当年在天香楼时洪妈妈说过的话：你这样的女子活在这世道上，要么认命，要么拼命。我选了拼命，现在看来拼对了。次日，我收到一封来自边关军中的信，写信的是当年那个断腿的老兵的儿子，如今在军中当了个小校。他说边关的将士们都知道青州有个季家女学，都说季帅的女儿有骨气。信的末尾，他写道：季姑娘，我爹临终前让我给您带句话。他说季帅当年守边关，守的是这片土地，您现在办学堂，守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，您和季帅是一样的人。窗外起了风，吹得窗纸簌簌响。我吹灭油灯，躺回床上，听着风声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爹说过的话。他说边关的风是有魂的，那些战死的人魂魄散在风里，不肯走，要守着这片土地。我问他，那他们冷吗？他把我裹进大肠里，笑着说不冷，看到家人在就不冷。我睡不着，去了一趟北边的木林，在爹娘坟前站了很久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倒了3杯酒，一杯敬爹，一杯敬娘，一杯敬那些年死在江家刀下的家人。敬完了，我转身往回走，身后风声呼啸，可我走得稳稳的。青州下了今年第1场大雪，我站在钟楼上往北边看，那片寂静的木林隐在风雪里，看不清轮廓。张婶的声音从底下传来：如雪，别在那儿吹冷风了，快下来，饺子出锅了。我低下头，看见他站在厨房门口，正冲我使劲挥手。院子里几个小姑娘也抬起头看我，脸被风吹得红红的，眼睛却亮晶晶的。我笑了笑，踩着雪跳下台阶，钻进暖烘烘的屋子。张婶正端着2大盘热气腾腾的饺子往桌上放，见我进来，赶忙在围裙上搓了搓手，笑着把主位的长凳拉开：快坐快坐。特意掐着点下的锅，再晚2步，这饺子皮就该不筋道了。小草细心地倒了1小碟老陈醋，抿嘴笑道：先生，这盘可是我亲手包的，馅儿塞得最实，您快尝一个，看我的手艺退步没？我夹起一个白胖的饺子送入口中，浓郁的肉香味伴着滚烫的汤汁散开。桌上的小草和几个小姑娘脆生生的笑声，把窗外的风雪声都压了下去。腊月29，大雪初霁，青州城内早已是一片红火。我正站在梯子上，将写好的大红春联往女学正门上贴。小草在下面紧紧扶着梯子，仰头急切地喊道：先生，左边再高一些。对，就这样，这字写的可真气派。我稳稳地按住红纸，这可是陈老先生亲手写的，自然是要贴的周正些。阿雀领着布庄的几个姐妹，搬着几大筐年货跨进院子。先生快下来，我带了京城最时兴的云缎，给学堂的姐妹们每人都裁了新衣裳。春娘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：衣裳先不忙事，快过来帮忙，我调了3种馅料，保准让大家吃得满嘴流油。我跳下梯子，拍了拍手上的红墨，环视着这热气腾腾的院落。我拉过阿雀的手，
今年辛苦你了，不仅操持不装，还总是记挂着学堂。阿雀亲昵地蹭了蹭我的肩膀，跟着先生，我才懂了什么叫日子，这点活计算什么？我还要看着咱们女学的名号传遍大江南北呢。除夕当晚，女学的大堂里摆开了3张并在一起的大圆桌，炭火盆烧得噼啪作响，照得每个人的脸蛋都红扑扑的。陈老先生坐在首位，端起一杯屠苏酒，颤巍巍地感慨道：“老夫教了一辈子书，唯有这几年的酒喝得最是舒坦，最是清醒。”小草端起果子酒，拉着几个年幼的学生走到我面前，脆生生地说道：“先生，我们敬您，谢谢您给了我们一个家，更给了我们这双看世界的眼睛。”我举起酒杯，与他们轻轻碰撞，清脆的声音在屋内回荡。我看着那些曾经眼底满是金黄的姑娘，如今都挺直了脊梁。路是你们自己走出来的，往后余生，只要你们手里有笔，心中有墨，便谁也欺不了你们。张婶端着一大盆红烧鲤鱼上桌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快吃快吃，这鱼寓意年年有余，咱们季家往后的日子只有余下的福气。春娘细心地为每个人布菜，动作轻柔却利落。先生，您多吃些，这几年您操碎了心，过了年咱们还要一起去西城扩建新校舍呢。我夹起一块鲜嫩的鱼肉，只觉得滋味甘甜入喉。正月初一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便被院子里的欢闹声唤醒。小草他们换上了簇新的青丝棉袍，衬得整个人英姿飒爽。他们排成一排，在院子里像模像样的打着我教的强身拳法。我推开门，靠在门框上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一招一式。小草收了势，抹了一把额间的薄汗，喘着气笑道：“先生说的对，女子自强，不仅要长脑子，还得长力气。看谁以后还敢说我们是娇弱的赔钱货。”这时，几个同城的乡邻带着自家闺女，提着篮子敲响了学堂的大门。老李头走在最前面，有些局促地搓着手，对我嘿嘿一笑：“季先生，过年好啊！我这小孙女天天闹着要来识字，您看年后能不能给她留个座儿？”我笑着接过他手里的干果篮子，侧身请他们进院。只要肯学，女学的大门永远为求知的人开着。快进来喝口热茶。小草机灵地搬来长凳，引导着那些害羞的小姑娘坐下。她指着墙上的字，耐心地为他们讲解其中的意蕴。我看在眼里，心中说不出的欣慰。这世间万物终将在坚韧与希望中迎来最灿烂的团圆。